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姐。2023年刚过去1个多月，今天很高兴和大家聊这个2023年最火、最王炸的男人。他就是我崇拜的男神之一，叫 Sam Altman。你可能还不知道他是谁，但你一定知道 ChatGPT。是的，他就是 ChatGPT 之父。当年和埃隆·马斯克，顺便说一下，埃隆·马斯克他也是我另一个崇拜的男神。我只崇拜这2个男神，今天都出现了。好，扯远了，咱们接着讲。当年奥特曼和埃隆·马斯克一起创办了 OpenAI， 并担任了 OpenAI 的 CEO。如今该公司的市值已高达2000多亿。那为什么说他是2023年最王炸的男人呢？咱们一起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2023年11月，在 AI 业界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作为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开发者， OpenAI 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人工智能公司之一。就是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有着 ChatGPT 之父之称的奥特曼，在疯狂的4天里，经历了被闪电免职、加入微软，最终又官复原职这样戏剧性的反转。乔布斯曾说，被苹果驱逐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而现在这种宝贵轮到了全球科技界的当红辣子鸡 OpenAI 的创始人Sam Altman身上。2023年11月17日，奥特曼突然被董事会宣布解雇。在 OpenAI 的官网上贴出的公告，第一句话就说是 CTO 将变成新任的 CEO， 奥特曼被开除。官方官宣的原因是说他 not candid， 就是不坦率、不坦诚。整件事情从 OpenAI 的员工到投资人全都被蒙在了鼓里。第二天，包括微软在内的投资者向 OpenAI 的董事会施压，要求奥特曼恢复原职。据说微软 CEO 纳德拉在听说这件事时是 furious 暴怒。等到了19日，纳德拉又发帖称奥特曼将加入微软，组建一个新的 AI 部门，并担任 CEO， 并邀请其他 OpenAI 的员工一起加入，还承诺给他们涨薪水。奥特曼对此事的回应是接着干。微软的股票随即在周一11月20日大涨，达到了历史新高。与此同时， OpenAI 也在紧锣密鼓地物色新人选，宣布希尔将成为新一任的 CEO。 不过员工们却不同意，他们集体给董事会一封逼宫信，信上说，你们的行为让我们清楚你们完全没有能力领导 OpenAI， 下面签名的所有人都会选择从 OpenAI 离职，并且要加入到奥特曼所在的微软的新团队。如果你们不想让我们辞职的话，除非现在所有的董事会成员全部辞职，并且让2个新的独立董事，还有奥特曼和 Brockman 都回归董事会。信里提到的这个 Brockman， 他是 OpenAI 的董事长兼主席，他也在这个事件中被踢出了局。说起这哥们儿，他也是一个厉害的大神级人物。因为我们今天是讲奥特曼，所以把他先略过，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讲讲他。这封逼宫信的下面列了长长的几百个人的名单。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名单里最后还包括了支持把奥特曼踢出去的那个首席科学家舒兹克维。舒兹克维自己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非常后悔自己在 OpenAI 的所作所为，他希望尽全力把 OpenAI 再重新聚在一起。而此时奥特曼本人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对于重返 OpenAI 持开放态度，但提出回归的前提是董事会成员必须辞职。双方就这么僵持着，直到11月21日 OpenAI 社交平台上宣布了奥特曼和 Brockman 将重返的消息。
11月22日，在近乎全体员工的簇拥下 ，CEO 奥特曼重掌 OpenAI 的大权，并组建了新的董事会。这出戏4天换了3个 CEO 的闹剧，终于落幕了。从这一事件足以看出，奥特曼在业内的口碑不错。从自家的员工到外面的投资人，大多数人都非常支持他。回归后第一时间，奥特曼在社交平台上高光发言，说：“我热爱 OpenAI。过去这几天，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个团队及其使命保持一致。”微软 CEO 纳德拉也表示了祝贺。事后有不少人调侃奥特曼是天选 CEO， 说乔布斯重回苹果用了12年，而奥特曼重回 OpenAI 只用了4天。至此，宫斗虽然结束了，但权力的游戏不会终止。此前，奥特曼曾因自己并不拥有 OpenAI 的股权而感到骄傲。比如，去年5月16日，在一个美国国会的 AI 听证会上，有个议员还问奥特曼 You make a lot of money, do you? No. I paid enough for health insurance. I have no equity in OpenAI. Really? Yeah. That's interesting. You need a lawyer or an agent? I'm doing this because I love it. 那时候，他还天真的认为自己没有 OpenAI 的股权，就可以防止股权利益与决策的冲突。说白一点，就是可以为公共利益或者是事业理想，而不是为个人或资本去做决定。但 OpenAI 从这个非营利组织到盈利组织这个架构的改变，才是导致这次人事地震的关键因素。这次被开除，恐怕会改变奥特曼对股权利益与决策的想法，那就是没有股权的决策，它是可以随时被股权干掉。咱们再来聊聊奥特曼的人生。在这次危机前，奥特曼的人生堪称开挂模式。他1985年4月22日出生在美国的芝加哥。据说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能自己总结出电话区号的编码规律。8岁生日，他妈妈送给他一台电脑，这让他如获至宝，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他坦言，我生命中的一条分界线就是拥有电脑之前和之后。奥特曼把这台电脑拆了装，装了拆，经常写一些简单的程序，一写就是好几个小时。18岁那年，他考入了著名的斯坦福大学，主修计算机科学 （Computer Science）。不过，他并没有完成学业，而是在大2退学了，效仿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等前辈去创业。提及辍学的理由，他表示：“我无法忍受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自己却置身于世外。”辍学后，他先和好友合办了一家社交媒体公司 Root， 并在26岁时把这家公司卖了，成为当时最牛的千万富翁之一。29岁时，他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创业投资 YC 的总裁，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企业家和天使投资人之一，并在5年内把公司的规模扩大了10倍。推出 ChatGPT 之后，更是一朝闻名天下知。至于这次开除，对他影响毫发无损，反而让他成为了全球关注度最高的男人之一。就在被开除这个事件平息了，刚跨入2024年新年没几天，奥特曼又上新闻热搜了，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结婚了。在2024年1月10日，就是上个月，奥特曼与男友 Oliver Mulholland 在夏威夷举行了一场私密的结婚仪式，双方交换了结婚誓言。是的，你没听错，这个2023年最王炸的男人，他是一个同性恋，也许这也是他彪悍人生的一部分。他和相恋多年的男友都是科技领域的杰出人才，有着相似的职业背景。他俩的结合不仅是2个人的结合，也是2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结合。祝福他们。好了，
今天的杨解说就到这里，点个订阅，感谢收看，咱们下期再见。